最近有这么个事儿啊，我想来说一说。有个90年的女生，今年33了，对吧？长得呢还不错，她老家呢是农村的，来北京挺久了。她特别不服气啊，来找我说，最近这1年啊，她相亲都不下50个男生了。她看上的呢，人家都看不上她；看上她的呢，她又看不上人家。她说啊，怎么33就这么被嫌弃了啊？我就问她，那你看上的那些都是什么情况啊？他说那些就是经济条件好一些，综合条件稍微好点的，有房子有车，工作稳定，收入呢在50万以上的。没有看上的那些条件真的太差了，一个月才挣1-2万，能干什么呀？在北京啊，这点收入啥时候能买房啊？我是不是跟他们结了婚，过几年还得跟他们回老家去生活呀？我可不想过那样的生活，直接降低了我的生活质量和我的社交圈子。我呢，真的不想勉强自己去将就找一个男人过那种低质量的生活的。再说了，我之前的男朋友也都挺优秀的，现在要我降到这么低，我还真是接受不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也是90后啊，还算年轻的吧？我马上接过他的话啊，我说姑娘啊，那你真的是可就太自信了。你是90后，但是啊，你怎么不算一算00后多大了？他们已经23岁了，对吗？那个才叫年轻呢。他们也来相亲找对象了，他们啊可跟你们不一样啊，人家呀早早就开始做打算了，而且他们的要求啊还没有你们90后女生的高。你想一想啊，一个女生要选择婚姻，那你就得想好了，你在婚姻当中的价值是什么？你的主要价值就是生育价值，知道吗？那我们都知道啊，女人过了30岁啊就已经过了黄金生育年龄了。你呢不要又说男人太肤浅这种话，人家也确实要考虑传宗接代的事儿。你不想要低质量的生活，那人家男生就愿意要一个低质量的孩子吗？你说你不想将就，那人家条件好的男生为什么要放弃00后那么年轻的女孩，要来将就你这个年龄大的女生呢？还有啊，之前的男朋友很优秀，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年轻，现在你还能让他们选择你吗？这个事儿啊，真的谁说都不管用。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劝一个优秀的男生接受一个大龄女生的，我也没有办法去劝一个女生一定要去接受一个很穷的男生。那全网的红娘都在说这个事儿啊，男生对于年龄大的女生和女生对于穷的男生，那真的是天生就有敌意的。如果这2类人他们能听劝的话，他们都不会单到现在的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最近一个42岁的未婚男人，他的一番话真的给我震惊到了。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呢，聊到了婚姻这个问题，我就很好奇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都这个岁数了，怎么还不抓紧找一个赶紧结婚呢？你不着急吗？父母肯定也得老催你了，是吧？结果你们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？他说我都已经这个年龄了，该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，现在越大我越不想结婚，一个人生活都习惯了。说实话，生活中除了生孩子这件事情，我真的什么都会，洗衣服、做饭、收拾屋子，出去挣钱。缺女人也不是找不到，不一定非得结婚啊，找个合适的呢太难了，索性我就放下了，随缘吧。他说其实我也是不想背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车贷和房贷，懒得在每一个节假日想着办法去给对方制造惊喜浪漫。说实话，现在的女人太难伺候了，我也不缺个祖宗啊。我不想一边辛辛苦苦的上班，我还要担心自己要是不够努力的话，老婆会不会嫌弃我跟我离婚啊？我也不想夹在我老婆和我老妈之间受气，更不想一边孝顺父母，一边还得考虑传宗接代。而且呢，有了孩子之后，还得拼了老命给孩子买房买车。等孩子长大了，我也老了，接着我还得操心孩子的婚事，我还得帮忙给他带孙子，重复着老一辈的生活方式，我自己能享受几天美好生活呢？自己一个人生活多自在啊，饿了就吃，困了就睡，想打游戏我就随时打，没有老婆管着，也没有孩子缠着我，钱多我就多花点，没有钱我就少花点，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想过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你一个人，别人都在享受天伦之乐，你呢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万一你生个病，谁又来照顾你啊？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？他说等我老了，那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，社会养老服务啊会更完善的，那个时候我可以选择居家养老。
抱团养老，或者呢我就去养老院，都能解决问题。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你不能去指望儿女能给自己养老，还得靠自己，婚姻的意义真的不大了。那我听完他说的这番话，倒吸了一口凉气啊！要是大家都这么想的话，那我不得失业了吗？那对于他的这一番观点，你赞成吗？现在啊，结婚率低，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就是现在啊，适合结婚的女人呐，真的是很少的。你看啊，有一大部分的女人呐，成天的做梦，想嫁个大老板，找个有钱的人，过上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奶奶生活。那普普通通的男人怎么会被他们放在眼里呢？他们自己真的赚不了几个钱，但是成天啊事儿特别多啊，心比天还高。最可怕的是那些女人还超级的自信，觉得是男人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。难道你以前是公主还是富豪的女儿啊？我自己也是个女人，我都不会替这样的女人说话。他们自己啊一个月也就挣2-3千，还瞧不上人家一个月挣好几万的人。那么还有一种女人啊，她们呢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啊，也非常优秀，物质条件也很丰富，她们就希望找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男人，觉得才对得起自己的优秀嘛，才对得起多年的奋斗嘛。但是啊，他们又多少有点强势，而且年龄还大。优秀的男人只想找青春靓丽，哪里会找这种人老珠黄嘛？而且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，现在的有些女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。她不会做饭，不会做家务，她还不想生孩子养孩子，也不会照顾老人啊，也不会照顾老公。大小姐的脾气还不好，动不动就闹离婚，成天就琢磨一件事儿：老公给我多少零花钱，你给少了就是你没本事，瞧不起你。娶了这样的女人呐，一旦有了孩子，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娶回来了一个祖宗啊。有的男人真的是啊，生不如死。其实这些女人真的不知道，如果没有了这些男人，她可能连饭都吃不上。那你就说这样的女人现在越来越多，男人找这样的来干啥？难道就是为了娶一个连孩子都不愿意生的女人回来供养着吗？现在的男人啊，不光得会挣钱，你还得会干家务活，你得懂浪漫，会幽默，真的太累了。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就不想轻易结婚了嘛。你们说我说的对吗？现在有很多大龄剩女啊，真的是被现实打脸呀。真的你会觉得呀，又可怜又可恨。在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，将来啊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真的嫁不出去的。你先别急着反驳我，大龄女生看到这儿可能也很想骂我，但是啊，很多案例证实了大龄剩女啊，她们有一些共性，基本上有这3点啊。第一，太挑了；第二，太毒了；第三呀，情商太低了。你看完了，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啊，你再喷我。就拿我这儿前几天来了一个33岁的大龄女生啊，她的案例来讲，其实她长得还可以，颜值呢能打个7分吧，在体制内上班，月薪呢有1万多。那天她来我这儿见了一个82年的男人，离异的，但是年薪1000万啊，非常优秀的男士。出来他就马上跟我反馈了，说这个男士啊，他没看上，感觉对方没有什么眼缘，虽然有钱，但是年龄太大了，还离异的。想当年啊，自己20多岁的时候，那都是些富家弟子啊，跟他相亲，基本上没有看不上他的。所以啊，如果自己找个这样的呀，觉得很亏，带出去也没有面子，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沦落到要找一个离异的，长相也看着不太喜欢的，年龄还那么大的男人。我说，那你怎么不想一想，一个年龄没有这么大，未婚的，年薪1000万，而且还能让你看着有点感觉的男人，可能你也不是人家的菜了。他想了想说，哎，现在年龄一年比一年大，也不好找，要不我就跟这个人处一处试试吧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啊，这个女士啊太自信了，男士这边根本就没有看上她。男士跟我说啊，这位女士啊聊天啊让人很不舒服，一坐下来就问她为什么离婚的。男士呢简单说了离婚原因之后啊，他立马就追问，那这几年你又谈了几个呢？然后为什么又分手了呢？你看看啊，第二个话题呢，他就是问房子有多少套啊，都在北京什么位置啊，年利润大概是多少啊，还问男士半年内有没有结婚的打算。你说你都没有看上人家，还问这么多东西干啥呢？这个就是他的情商了啊，真的情商太低了，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感受。他问的这些全部都是很隐私的问题，
这就是一个女人啊，她读惯了，她的这种思维呢是顾及不到别人的感受的。这一系列的提问问的男士很尴尬，实在是反感的不得了，还怎么跟他有下文呢？这些大龄剩女的通病就是挑了收入挑颜值，挑了颜值挑学历，挑了学历挑资产，挑完这些他还得挑性格，然后呢他们好不容易挑了个满意的，结果人家看不上他，不然就是相处起来太累了，因为他读惯了，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往往啊情商很低，不会说话不会处事，关键的是他们还是小姑娘心态谈恋爱，要男人追要男人宠，自己呢又不主动还很作，所以啊处处都失败。你们觉得这样的他们还嫁得出去吗？最近有个事儿啊，我跟大家念叨念叨，在相亲的时候啊，主动的女生到底有多吃香？一说这句话可能又有女生想骂我啊，你就先别喷了啊，听我说完。这样的事情我真的见了太多了。这不啊，前几天刚领证领完的一对啊，给我来报喜，我就知道这个女孩能嫁得很快，也嫁得很好。就半年前啊，我安排他俩见面的时候啊，大家都知道嘛，现在是僧多肉少，优秀的男生少啊，所以那天我就安排了另外一个女生呢也见这个男生。话说啊，这位男生条件呢是真心不错啊，在银行工作，硕士学历，北京有房有车啊，90年的180的个，长得呢白白净净的。总体来说，这样的男生也算得上是相亲市场上啊香饽饽了，所以两个女生呢对他都挺满意的，希望后续啊能有发展。男生呢对这两个女孩长相啊他都挺满意的，但是当时啊有点分不出伯仲，所以呢他觉得跟这两个女孩啊要不就先都接触接触，了解一下性格再定。结果经过了1个多月的接触下来，男生决定选择其中那个比较积极主动的女生。他说啊，其实他原本呢是内心是比较看好另外那个女生的，但是他说那个女生啊明显就是慢热型，发个信息啊很久才会回复，约他出来约了2、3次才说自己有时间，平时聊天话很少，每次呢还是女生要结束话题，出来约会从来没有买过单，连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主动买过，送他回家也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一句谢谢都不会说啊，也给他送过小礼物啊，那女孩啊也欣然接受，但是从来没有回馈过任何东西。这个男生说，我也搞不懂这个女生啊，她到底是很享受这个追求她的过程呢，还是她对自己就没有那个意思呢？而那个主动的女生就不一样了啊，在这个慢热的女生还在等着男人追求的时候，她已经跟男生一起经历了好多事情了。她会给男生做烘焙，做小饼干，做糕点，带着约会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品尝她的成果。她也不会半天不回信息啊，看到了就会回。她也会主动的约男生一起去爬山，去骑行，回到家还会跟男生分享今天的心情。男生请她吃饭，她也会请男生喝咖啡。男人请她看个电影，她也会买好奶茶。男生给她送个小礼物，她也会回馈点小心意。男生送她回家，她会每次下车的时候都跟男生说，谢谢你送我回家。就是这么个开心快乐可爱的女生，直接秒杀那位慢热的啊！结果你们都知道吗？我后来问过那个慢热的女生，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？她说没有，我挺喜欢他的，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追着追着就不追了。你们说可笑不可笑啊？如果是你，评论区说说啊，你会选哪位？最近有个95年的女生啊，去年跟一个90的男生相亲之后呢，双方都觉得不错啊，愿意跟对方继续接触和交往。这差不多啊1年快过去了啊，我也没有怎么跟进他们俩，原以为他们挺顺利的啊，都1年了嘛，也该谈婚论嫁了。可是就在上周啊，女孩和男生啊分别给我打来电话了，先是女生打来的，我以为呢给我报喜来了，结果并不是啊，分手了。于是我就问了一下原因，女生说啊，这个男生啊打算带她去见他的爸妈，本来是件好事儿，可是啊他拒绝了，因为他对男生意见非常大。他说跟这个男生要了多次体检证明，这个男生啊一直就没当回事儿，一次也没有给过他。他说啊现在在外边太不卫生了，有一个朋友因为见面吃了一顿饭啊就感染了螺旋菌，有的病啊通过口腔也是能传播的。然后呢这个男生1年当中有大半年都在外面出差，几天才跟他联系一次，也没有给他花过什么钱，有一次啊买了个礼物还是个假货。而且呢他觉得这个男士啊说家里条件多好多好，但是自己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他们家的财务状况，他要求男生提供家庭资产证明给他。我就问他，那这都1年了，你们俩的关系到了哪一步呢？有没有实质性的一个进展？我问的问题你们懂的啊。结果这女孩说，
他是坚决拒绝婚前性行为的，连接吻都没有过，他认为很不卫生，并且要求男生每年给他提供一次体检报告。他认为两个人啊都走到了相亲这一步了，就别搞什么花样啊什么形式了，就平平淡淡的，该结婚就结婚就行了。我听完啊，心都凉了一大截，难怪会分手。有这样谈恋爱的吗？明摆着就是不喜欢不爱，连谈恋爱的套路都懒得走一走。但是呢，又怕耽误了自己啊，不得不结婚了。我觉得我要是这个男生，可能我早就放弃了。但是啊，人家男生还真是很尊重他的想法，愿意继续推进关系。虽然男生后来跟我解释了那个假货啊是被他的朋友坑了，我还是能理解这个男生的，你们觉得呢？现在真的啊有这么个现象，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在相亲市场上，突然流行起来这么一种方式啊，就是在谈恋爱初期的时候，男生啊会偷偷的去查女生的开房记录，或者呢有同居时太长的，一般男生啊就不太接受了。他们觉得女生婚前同居跟二婚相比是差一张结婚证而已，而女生也会要求男生提供体检证明来判断这个男生的人品如何，会不会有什么病，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。特别是这种拒绝婚前性行为的女生啊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。你们觉得这样做好不好呢？